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敬亭、白鹿吃不到角色红利，张若昀实际飞升。白敬亭、白鹿吃不到角色红利，张若昀实际飞升。演员之间的资源路径分化正加剧。在这个作品为王、角色为本的时代，演员们的长红能力愈发取决于其所塑造角色的生命力。流量、曝光度固然重要，但若不能借由角色打动人心，留下记忆点，再高的热度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。近段时间，白敬亭、白鹿与张若昀三位演员的发展态势引发了不少讨论。他们仨代表着三种不同的资源路径，一个凭借剧集播放量稳步提升实际，一个依赖高曝光维持热度，还有一个则真正吃到了角色红利，实现长线增长。尤其是白敬亭与白鹿，一个小生，一个小花，虽未合作过，但有诸多值得比较之处。他们最热播的一番剧皆在爱奇艺上线，近年也都尝试了年代剧题材，并且选择剧本时都偏好于强剧情路线而非流量导向的爽剧。这样的相似轨迹，反倒成就了一个有趣的对照：为何他们热度不俗，却始终吃不到所谓的角色红利？又为何在相似的平台、相似的制作环境下，却依然难以跨越爆人的那道关？白敬亭播放量漂亮，角色却难留痕迹。白敬亭自开端爆红以来，便被视为剧台人的典范。那部以无限循环为题材的科幻悬疑剧，不仅刷新了观众的追剧习惯，更将萧鹤云这个看似普通的男青年，打造成了无数人心目中的理工男天花板。但这之后，白敬亭并未延续类似的角色红利。他的长风度播放量高达5700加，青青日常更是在喜剧调性下取得了7900加的热度。但回过头看，这些剧集虽火，角色本身却难以沉淀观众的记忆。我们不妨自问，你还记得白敬亭在长风度里的角色名吗？又是否记得他在哪一集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光时刻？原因之一在于，白敬亭的角色多半偏于中规中矩，缺乏独特标签。他的气质亲和，演技自然，台词稳定，属于那种不会出错的类型演员。但正因为这种不出错，也导致他的角色难以具备破圈力。角色的棱角不够突出，在剧集之外难以被二次创作或成为表情包、短视频的传播素材。不过，从泛人气层面来看，白敬亭的基础确实稳。他的剧盘上限与下限均比不少同龄男演员高，在当下这个动不动就一集扑街的环境里，白敬亭可谓是稳中求进的代表。白鹿高产背后是角色失效焦虑，相比之下，白鹿的困境则更加复杂。作为2020年代中后期最活跃的小花之一，白鹿的作品数量令人目不暇接。2025年刚过半，他已经上线了2部仙侠剧，并且还在综艺《奔跑吧》中频频露面，保持极高的曝光频率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在这么高的产出背后，真正让他吃红利的角色却寥寥无几。最出圈的角色仍然是2021年《周生如故》中的崔时宜，那种悲剧色彩、动人爱情，以及他本人柔弱却坚定的演绎，使得角色至今仍有生命力。但之后的作品却难以再现这种角色深度。比如《长月烬明》里的叶惜雾，虽成功助他晋升一线流量花，但角色因设定混乱与演技重复而被批评审美疲劳。《宁安如梦》虽有5300加的播放量，但对比同期剧集，他的角色表现力并未得到一致认可。他的问题在于角色标签不清晰，情绪表达模式化。在仙侠、古装、民国剧间穿梭的他，角色性格往往趋同，观众对他的角色辨识度低，导致了看了很多剧却记不住角色的情况。
这种角色失效现象逐渐成为他演艺道路上的绊脚石。当然，不可忽视的是，白鹿所处的资源通道与白敬亭不同，他更依赖流量推动、品牌代言、综艺常驻、时尚资源优渥，这让他在曝光度上从不缺位。但流量是双刃剑，若无法靠作品形成良性闭环，观众对他的期待也会逐渐下降。张若昀角色红利加持，实现实际飞升。相较之下，张若昀无疑是这场角逐中最成功的一个。他的《庆余年》系列直接改写了男演员爆剧及爆人的剧场法则。《庆余年》第一季接近19000的播放量，第二季也突破10500加，可谓口碑与热度双赢。更重要的是，范闲这一角色成了观众心中不可替代的存在。张若昀的优势在于，他所饰演的角色不是一时热度所堆砌的流量产物，而是具备成长曲线、个性魅力与文化深度的丰满形象。范闲这个角色不仅风趣幽默，还承载着家国情怀与成长烦恼。正是这种多面性，使他不仅成了剧中人，更成了全民追剧对象。而《雪中悍刀行》的6700加播放量，甚至优酷平台上那部校园题材的《明龙少年》也拿下3200加，进一步佐证了张若昀并非单剧爆红，而是具备持续造血能力的实力派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张若昀也和白敬亭一样走的是实际换资源的路径，他并未过度依赖流量营销，而是凭借剧集质量和个人演技建立起了行业信誉。近年来，他在剧本选择上的眼光也格外独到，几乎每部作品都有其独特受众，从古装权谋到现代现实，再到校园题材，无缝切换，游刃有余。资源路径分化下的现实，演员要靠什么走远？通过对比可以发现，演员们在资源选择上的策略大不相同。白敬亭与张若昀偏好实际打底，让作品先说话；白鹿则因其流量特性而更易获得头部资源，但角色质量却未能同步提升。这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当前娱乐圈资源分配机制的变化，单靠颜值与流量已难以在内容驱动型平台上长期存活。平台、资本、观众都在回归好角色的核心诉求。越来越多的制作方希望借由角色驱动口碑，借由剧情带动热度，而不是纯粹靠明星阵容撑起播放量。白敬亭的问题是剧火人不火，白鹿的问题是人火剧不火，张若昀则真正实现了人剧共赢。从长远看，谁更能在变化中的市场里立足？答案已经日渐明朗。未来展望，角色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。进入2025年下半年，爱奇艺、腾讯、优酷纷纷推出高质量储备剧，不少 S 加级项目也已进入后期阶段，留给演员的角色窗口越来越小。若演员不能在关键时刻拿下高质量的独家角色，未来想实现转型突破长鸿都将极为困难。白敬亭若能跳脱轻喜剧舒适圈，挑战一些更具冲突性的人物设定，或许能实现演技跃升。而白鹿若能放缓接戏节奏，打磨演技，在情感表达上追求更多层次，也有机会重拾角色魅力。而张若昀手握庆余年 IP， 加上自身对剧本的判断力，极可能在未来继续主导实际话语权。他已经不是依靠一两部剧出圈的偶像演员，而是拥有稳定作品池的爆款制造机。结语：剧台人还是人台剧，关键看你能不能吃到角色红利。在新一轮娱乐产业洗牌中，演员的生存逻辑正发生根本变化。演技、剧本、角色三者的互动关系，决定了一个演员的长红路径。白敬亭、白鹿、张若昀的对照，其实正是一种行业缩影。不是所有高热度都有高回报，不是所有高产出都有高技艺。真正能走远的演员，最终都离不开那个非你不可的角色。
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你觉得白敬亭和白鹿有没有机会遇到属于他们的人生角色？又是谁将成为2025下半年吃尽角色红利的最大赢家？2. 白鹿黑粉登报，键盘侠秒变道歉侠，这届网友的瓜吃出法律课。据起查查信息，7月9日，法院公告杨某某致歉信。杨某某称其辱骂、诋毁白鹿、白梦妍的言论系不负责任的不实语言，该言论侮辱了白梦妍的人格，并表示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，向白梦妍真诚的道歉。1. 吃瓜吃到自己头上，杨某某的打脸启示录。谁能想到，一条法院公告的致歉信，竟让全网围观了一场打脸文学大戏。杨某某曾在网络对演员白鹿、白梦妍疯狂输出辱骂小作文，如今却红底白字认怂道歉，堪称键盘侠变形记的经典案例。这波操作不仅让网友直呼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更给所有躲在屏幕后的喷子们敲响警钟：互联网不是法外之的，你的每句恶评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呈堂证供。有人说，这届网友的瓜吃的越来越有技术含量了，以前是八卦娱乐，现在是边吃瓜边学法。杨某某的致歉信里那句深刻认识到错误，背后可是法律的重拳出击，轻则社死道歉，重则赔偿坐牢。不信，看看那些因造谣被罚到倾家荡产的案例，连高铁都坐不了的老赖杨某就是前车之鉴。2. 法律不玩虚的，从保温杯到键盘，伤人中伤己。你以为只有动手才会进局子？大错特错！无锡7旬老人冯某打牌时甩个保温杯砸伤牌友，轻伤2级直接刑事立案。新疆杨某和前夫吵架升级成互殴，双喜提缓刑套餐。而杨某某的键盘攻击看似无痕，实则比保温杯更狠毁人名誉的伤害，法律照样能精准丈量。法律专家早就划重点，网络辱骂可能构成侮辱罪、诽谤罪，最高能判3年。去年某明星告黑粉胜诉获赔80万的新闻还热乎着呢，杨某某这波操作简直是顶风作案的教科书反面教材，难怪网友调侃，以前骂人拼手速，现在骂人拼存款。3. 道歉不是终点，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和解名场面，杨某某的致歉信看似结局，实则是社会课堂的新起点。看看这些神操作，欠债570万的老赖在高铁站被截获，1小时火速筹款和解，宿敌邻居因狗咬狗闹上法庭，最后含泪握手言和。这些故事都在证明，法律不是冷冰冰的罚单，而是给犯错者留了改过自新的后门。但和解和稀泥，就像涉阳检察官说的，调解要让人真正悔改。杨某某若只是嘴上道歉，转头继续当键盘侠，法律分分钟教他做人。毕竟法律给机会，但绝不惯着戏精。4. 普通人防暴指南，3招教你避开网暴雷区。吃瓜群众如何避免成为下一个杨某某？记住这3条保命法则。1. 截图比骂人快，遇到争议先截屏留证，别急着开喷。2. emoji 不背锅，阴阳怪气用表情包，法庭上照样算证据。3. 道歉要趁早，万一嘴瓢了，学那位踢伤邻居的老潘主动认错赔偿，检察官都可能帮你争取不起诉。法律博主法山叔说过，互联网的记忆不是金鱼脑，而是超级硬盘。与其事后哭着写致歉信，不如现在就把键盘上的 F 键 Fight 换成 H 键 Harmony。5. 从吃瓜到种瓜，让网络暴力变治愈力。杨某某的道歉信不该只是茶余饭后的笑料，更该成为重塑网络文明的契机。就像那2个因打牌翻脸的7旬老人，最终在调解室里握手言和，网络世界同样需要这样的破冰时刻。
下次再想开喷时，不妨默念喷人一时爽，道歉火葬场。毕竟，我们追星吃瓜的终极目标，不是把偶像捧上神坛，而是让自己活成有底线、有温度的高质量人类啊！结语：这场致歉风波，既是给键盘侠的当头棒喝，也是给所有人的法治公开课。法律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天条，而是守护我们笑容的铠甲。正如网友神评，以前觉得法条枯燥，现在发现它比爽文还带感，毕竟谁不爱看反派跪的求饶的剧情呢？